經引導。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8章，在望遠鏡山酒館。我吃完早飯後，鄉紳給了我一張便條，是給望遠鏡山酒館的約翰·希爾弗的。他說，只要沿着碼頭走，就能很容易找到那個地方。那是一家小酒館，招牌是一個巨大的黃銅望遠鏡。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更近距離地看看船隻和海員，便出發了。碼頭上人山人海，到處都是馬車和貨物，因為那時港口非常繁忙。最後，我找到了那家酒館。那是一家小巧而雅致的店鋪，招牌是新刷的，窗戶上掛着整潔的窗簾，地上鋪的沙子也很乾淨。酒館兩邊臨街，各開了一扇門。儘管煙霧彌漫，但還是能清楚地看到裡面寬敞低矮的房間。酒館裡的客人大多是海員，他們說話聲音很大。我站在門口，有點猶豫，幾乎不敢進去。我正等着的時候，一個人從隔壁房間走了出來。我只消一眼就認定他就是長約翰。他的左腿在靠近臀部的地方被截肢了，他拄着一根拐杖。拐杖夾在左肩下，他操縱拐杖的技巧非常娴熟，像鳥兒一樣敏捷地跳來跳去。他身材非常高大強壯，臉盤像火腿一樣大，樸實而蒼白，但也透着聰明和笑意。說實話，他看起來心情極好，一邊在桌子間穿梭，一邊吹着口哨，對那些他比較喜歡的客人說句俏皮話，或者拍拍他們的背。現在，如果你們想聽實話，自從我第一次在特里勞尼鄉绅的信裡讀到長約翰這個名字，我心裡就一直擔心，這個約翰就是我在勞奔堡海軍上將客棧等了那麼久的那個獨腿水手。但只消看一眼我面前的這個人就足夠了。在見過船長、黑狗和瞎子皮尤之後，我相信自己能一眼認出海盜，因為據我推測，海盜的樣子和這個乾淨和善的酒館老板肯定大相徑庭。我立刻鼓起勇氣，邁過門檻，徑直走到那個人身邊。他正拄着拐杖和一個客人聊天。是希爾弗先生嗎，先生？我問道，把便條遞給他。是的啊，孩子，他說，那就是我的名字。請問你是誰？就在那一刻，當他看到鄉紳的信時，我覺得他好像吃了一驚。烏奇，他大聲說道，向我伸出手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我們新來的船上小廝，很高興認識你。他用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就在這時，一個站在房間另一頭的客人突然站起身，朝門口走去，因為門離他很近。他一眨眼的功夫就跑到了街上，但他那匆忙的樣子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一眼就認出了他。他就是那個臉上油膩膩的、少了2個手指的人，就是以前到過本堡海軍上將客棧的那個人。嘿，我喊道，攔住他。他是黑狗。我才不管他是誰呢，希爾弗說，但他還沒付酒錢。喂，哈里，去追他，抓住他！一個離門口最近的客人迅速站起來，追了出去。他欠我的酒錢，1分也不能少，就算他是霍克海軍上將本人也一樣。約翰·希爾弗說道。然後他鬆開我的手，補充道：“你說他是誰？什麼黑狗？先生，我說，特里勞尼先生沒跟您提過那些海盜嗎？他就是其中一個。”真的嗎？希爾弗說，居然在我的店裡。本，快去幫哈利，原來是那幫无賴中的一個。摩根，剛才就是你跟他一起喝酒的吧？過來。那個名叫摩根的人，一個臉色紅褐、頭髮灰白的老水手，
帶着幾分畏縮的神情走了過來，手裡還捲着一塊嚼煙。我說：“摩根，常約翰用非常嚴厲的口氣說道，你以前從沒見過那個黑狗，是吧？”“從來沒有，先生。”摩根敬了個禮說道。“你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，對吧？”“確實不知道，先生。”“老天爺，湯姆·摩根，你可真走運！”老闆喊道，“要是你跟那種人混在一起，就別想再踏進我的店門半步。你給我記住了。”“他跟你說了些什麼？”“我不太清楚，先生。”摩根回答。“你肩膀上扛着的那個東西叫腦袋嗎？還是僅僅是塊木頭？”常約翰生氣地問道。“你不太清楚？真是的。也許你連跟誰說話都不太清楚。”“說，他胡扯了些什麼？航海，船長，船只，快說，他跟你說了什麼？”“我們談論的是過龍谷之行。”摩根回答。“原來是過龍谷之行。哦，真是個有趣的話題。”我說，“去喝你的啤酒吧，湯姆。”等摩根回到他的座位上，希爾弗壓低了聲音，用一種在我聽來非常親切的語氣悄悄對我說：“那個湯姆·摩根是個老實人，只是有點傻。現在，他提高了嗓門說，我們來看看黑狗。不，我不記得這個名字。不過我覺得是的。我覺得我以前見過那個無賴，他以前常和一個瞎眼乞丐一起來這裡。”“確實如此，先生，您可以肯定。”我說，“我也認識那個瞎眼乞丐，他叫皮尤。”“沒錯。”希爾弗興奮地喊道，“皮尤，他就是這個名字，我記得很清楚。啊，他看起來像條鯊魚。如果我們抓住了那個黑狗，就有消息告訴特里勞尼鄉绅了。奔跑得很快，腿腳很好，很少有水手比他跑得更好。我敢打賭，他一定會追上他的。他剛才在談論過龍谷之行，對吧？我會讓他嘗嘗過龍谷之行的滋味。”約翰·希爾弗一邊大聲嚷嚷着，一邊拄着拐杖在房間裡踱來踱去，不時拍打着桌子，表現得異常激動，足以讓老被歷屆的法官或公街的警察都信以為真。在望遠鏡山酒館再次遇到黑狗，我的疑慮又被勾了起來，所以我仔細地觀察着那個廚師，但他實在太狡猾太精明了，我根本看不透他。當那2個人氣喘吁吁地回來，承認在人群中把人跟丟了，還被人群誤以為是小偷而遭到斥責時，我簡直可以為常約翰·希爾弗的清白作保。我說：“霍金斯。”希爾弗說：“我這下可真是惹上麻煩了，你不覺得嗎？特里勞尼船長會怎麼想？想想那個該死的魔鬼兒子，居然安安靜靜地坐在我的店裡，喝着我的朗姆酒。然後你來了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我，而我這個傻瓜，卻眼睜睜地讓他從我眼皮底下溜走了。但是，霍金斯，你跟船長說話的時候，會替我說句公道話的，對吧？你是個孩子，沒錯，但你像猞猁一樣機靈。你一進來，我就看出來了。我能怎麼辦呢？我這條腿是木頭做的，要是在我當一等水手那會兒，我早就上去3下5除2把它捆結實了。是的，先生。但是現在……就在這時，他猛地打住了話，張大了嘴巴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。賬單，他喊道，3輪朗姆酒，我差點忘了。然後他往長凳上一坐，哈哈大笑起來，笑得眼淚都順着臉頰流了下來。我忍不住也跟着笑了起來，我們倆一起放聲大笑，笑聲在整個酒館裡回盪。我真是個海牛犊子，他終於說道，擦了擦臉頰，
你和我一定會成為好朋友，霍金斯，因為我覺得他們除了船上小廝，不會讓我幹別的活兒了。但是，來吧，孩子，準備起航了。職責所在，夥計們，我要戴上我的三角帽，和你一起去向特里勞尼船長報告這件事。因為，別忘了，年輕的霍金斯，這件事很嚴重，你和我都不能說自己處理得很好。你也不能，我們倆真是對糊塗蟲。但是，他媽的，那筆賬單的事兒，是不是挺有趣的？他又爆發出一陣大笑，笑得那麼開心，以至於我雖然不太明白這件事到底有什麼好笑的，也覺得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。在我們沿着碼頭散步的那一小段時間裡，他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夥伴。他跟我談論我們看到的各種船只，他們的帆裝、噸位和國籍，向我解釋他們正在進行的作業，有的正在卸貨，有的正在裝貨，還有的準備起航。希爾弗時不時地會給我講一些關於船只或水手的奇聞異事，或者重複一些航海術語，直到我完全記住為止。我開始意識到，我身邊這位恐怕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船友之一了。我們到達客棧時，香參和利弗西醫生正並排坐着，喝着一夸脫啤酒，舉杯互助，準備動身去帆船上視察一番。常約翰把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地講了一遍，講得很有勇氣，而且自始至終都忠於事實。事情就是這樣的，對吧，霍金斯？他時不時地會這樣說一句，而我每次都無法反駁他。兩位先生都為黑狗的逃脫感到惋惜，但我們都一致認為這件事已經無法挽回了。最後，常約翰在受到一番祝賀之後，拄着拐杖離開了。今天下午4點，全體登船。香參對着常約翰·希爾弗喊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，先生。”廚師從過道裡應聲道：“好吧，香參。”利弗西醫生說：“我通常不太相信您的那些發現，但我必須承認，這個常約翰·希爾弗看起來是個不錯的發現。他是個非常好的人。”香參宣稱。那麼，醫生補充道，吉姆可以和我們一起上船了，對吧？那還用說，香參說，拿上你的帽子，霍金斯，我們去看看船。